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看一下你身边的人都如何评价你，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再看看你的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嫉妒你、恨你，有没有人想要害你。那现在是已经分好了3组牌，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根据第一直觉选择与你感应最强的一组。那现在我们一起深呼吸，放平心态，感受你与牌卡之间的链接，开始选牌吧。Hello， 这里是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身边的人都是如何评价你的，他们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边是一个心必侍从的正位，他们觉得你很认真很踏实，对待事情很谨慎，身上也是充满了安全感，觉得你这个人就是重视承诺，然后注意细节，找你的事情，找你托办的事情他们都很放心，因为他们知道你这个人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一定会帮他们解决问题，说到做到的。而身边的人会觉得你要么就是学习能力很强，要么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反正就是能够通过你的不断学习、实践、努力去达到你最终的这个目标，就感觉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但是呢，也有人会觉得你们不够热情、不够主动，有一点一本正经，所以不太敢跟你开玩笑。另外呢，你们身边跟你关系很好的人可能是你小的时候儿时就在一起的同学、同伴，或者是说你们是在学校学习某种技能、某种兴趣的时候认识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感觉你们与他人的相处之道是慢慢的、娓娓道来的，不是那种一开始就上来就掏心掏腹的那种关系，会比较慢热，需要相处一段时间，逐渐的去了解彼此，才能够说敞开心扉。所以你们的身边可能不太会有太多的新朋友就交际圈还是老朋友居多。那圣杯国王在这里呢，就说明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善良、温柔、顾家，然后修养很好的人，对大家都很宽容，情商也比较高，很多时候可能考虑事情会比较的全面周到，会把这个人情世故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处理问题、处理各个方面都会做到一个权衡，尽量的去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而且他们觉得你这个人就是特别的热情好客，非常的有热心乐于助人。只要有人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们总是愿意伸出援手，而且你们可能也会在私底下做一些慈善公益类的事情，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善良、很热心，心很好。后面这个权杖4呢，就说明身边的人认为你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础要么呢就是你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给你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或者就是父母给你提供了很好的教育环境，家庭氛围很好，你是在大家的关爱、关怀、呵护中成长起来的，是被爱意满满的包围着的。那要么呢，另一方面就是说你自己很努力，你的学习学业基础打得很扎实，你学习很好学习成绩不错，可能是名校毕业，然后现在呢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稳定的收入。那再或者就是这个稳定是来源于你们的感情生活，他们会羡慕你们有一份稳定的爱情。就这张牌表示身边人会觉得你所处的环境是让他们羡慕的，是稳定的、有爱的、阳光的、明媚的。那后面这个世界的逆位就说明身边有一些人对你是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有猜忌、嫉妒之类的这样的想法。这个呢其实跟前面这个权杖4就相对应，权杖4你的稳定和谐可能就招致了世界的逆位，妒忌。有人会羡慕妒忌你所处的稳定的世界，会觉得你为什么凭什么你身边的一切都是这么的完美，这么的美好。他们可能会羡慕你的家庭，羡慕你的成长的环境，
亦或者说他们往往也只是看到了你成功的一面，看到了你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呢就看不到你背后的付出和努力，就觉得你的成功是轻而易举。有人可能会在背地里说你获得这个机会就是因为你父母的原因因为你长得好看就因为你学历高，但其实你什么都不会因为你会拍马屁，会阿谀奉承等等。这些人就是会在你的背后阴阳怪气，他们就是纯纯的羡慕嫉妒你，还达不到恨的程度，也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所以就管他呢，如何呢又能整，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向他们展示你的努力，你的艰难。没错，你的成功就是这么轻而易举，没错，我的家庭就是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后面是一张圣杯一，世界和圣杯一联系在一起，就是说可能最近有一些人有一些新的感情的开端，但关系还是在一个发展当中，没有必要急于评价定义。意思就是如果你现在比较在乎你新认识的一个人他对你的评价的话，那其实他对你的评价是不准确的，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印象上面，还需要在深入的交往发展一段关系之后呢，可能他对你的评价才会更加准确更全面一些。而且他们会觉得跟你开展一段新的感情，然后说你身边的人觉得让你去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比较困难。那这个其实跟前面是对应的，就你们身边大多数还是你的旧友，你认识很久的人，你们不太容易很快的就跟别人建立情感链接。那最后呢是一个星币4的正位，这个就表示身边人对你的评价就是资源与安全感的守护者，你们非常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财富、物质以及你们感情情感的边界。你们知道什么该付出，什么该保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比如说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你们就会非常委婉的表示拒绝。那一些不好的人消耗你的关系，你也会慢慢的就跟他保持距离，就是你们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可能保护的方式就是离开那些可能伤害你的东西，专注在自己的生活，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这种自我保护呢，让你们在经济和情感上都会很少陷入到困境当中，会比较的稳定踏实。另外呢这个星币4其实也是在物质上面获利和稳定的一个象征，所以就整体而言的话，身边人对你最大的感觉就是你这个人非常的稳定，无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还是你自己这个人本身的个人能量特质，就是很稳定踏实，有安全感。那有些人可能你身边的人会觉得你们有一点过于谨慎，过于保守了，有时候可能表现的会有一些小气那我们再来用雷诺曼看一下你的贵人，还有你爱的人，以及讨厌你的人、嫉妒你的人、恨你的人，他们想要跟你说的话，或者说他们对你的评价是什么。第一个表示你的贵人，他想要跟你说现在当前是处在一个信息不明朗的阶段，所以你在做决定之前呢，一定是要谨慎考虑的。希望你能够深度的思考，不要因为外界环境的影响就导致你内心做出不真实的选择。他会陪伴着你，他会跟你一起等待心中迷雾的散去。感觉你的贵人不会是一个资源提供者这样的姿态出现，而是一个陪伴者的身份出现在你的身边。就他或许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看到他给你的帮助不会让你立刻的达到圆满，但是他愿意陪伴着你去走过你成长的各个阶段。那另外再看一下你爱的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有什么想要跟你说的话。 Fox 狐狸，你爱的人他们希望你能够保持谨慎，保持智慧策略，防止欺骗。爱你们的人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就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对你的靠近都是善意的。爱你的人很害怕你会上当受骗，或许你们可能曾经就有过被欺骗的经历，所以他们想要保护好你们，希望能尽可能的呢，给你建立一个充满善意的世界吧。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嫉妒你们、讨厌你们、恨你们的人，他们对你的评价是怎样的。 Choice 选择，这张牌其实就是表示对方想说我讨厌你有那么多的选择，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选择。那这个讨厌可能就是源于对你自由状态的嫉妒，对方可能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敢想敢干、敢去付诸行动的人，所以就对你冷嘲热讽，但其实呢，他就是羡慕你有勇气，可能因为你拒绝了一些无效的社交他就在后面说你装清高，但其实他就是嫉妒你有说不的底气而已。那这些就恰恰说明你在走你自己的路，你拥有选择权，你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些嫉妒你们的人呢，就是尝不到葡萄，所以说葡萄酸。他们本身没有勇气，不敢辞职，不敢反抗不敢每天按时下班，不敢跟领导对着干，就是他们自己不行，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反而他们就要怪罪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就继续展示你的强大，你的自由，就让他们羡慕嫉妒去吧。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开心、自由、幸福啊。Hello， 这里是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身边的人都是如何评价你的。第二组的小伙伴，有人评价你不是一个好人他觉得你没有正义感，或者说他觉得在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带着偏见和私心，就不知道是不是你之前在某些事情上面处理的方式不妥当，你的确是存在一些偏见，处理的有失偏颇的。那又或者就是这个人对你的某些行为产生了误解，你自己做的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人他觉得你做错了，导致他对你最深的印象、最深的评价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不公平公正。那如果你是从事法律相关的，你是一个律师，那这个肯定是会存在的一个印象嘛，对方当事人肯定会觉得你这个人说的都是屁话，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全部都是在狡辩，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为了钱。那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家长会认为你对于每一个孩子不是公平公正的，孩子也可能会觉得说老师可能喜欢学习好的，或者说喜欢活泼一点的，老师好像不喜欢我，就这个不公平有失偏颇的这个印象很有可能是跟你的工作相关的。那另外呢，这个正义的这张牌也意味着身边的人呢，他会心疼你，他们觉得你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命运对你有诸多的不公，世人对你有太多的误解，他们觉得你值得更好的结果。那后面这个审判也是一个逆位就说明身边的人觉得你可能太在意别人眼中你自己的样子了，可能领导一句模糊的评价就能让你辗转反侧，朋友无意中的一句话就让你们反复的琢磨，你们容易在别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非常的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身边人会觉得你身上或多或少有一点讨好性人格的影子，会不自觉的先为别人考虑，把自己的需求放到后面，就是先人后己。那有人肯定会觉得说这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性格特质，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很包容，很关心别人，理解别人。那身边也会有一些人会心疼你的这种懂事和宽容，就觉得你受委屈了，他们希望你可以不要太在意外界的评价，活得更真实轻松一些。后面这个圣杯侍从的逆位，这张就表示身边的人会觉得你是一个人非常容易害羞，特别是在感情当中会过于羞涩，不太会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表达的时候总是词不达意，有些笨拙，但是也有些可爱。另外呢可能在感情推进当中，他们也会觉得说跟你的相处可能推进的有点太慢了
你们可能谈了1个月的恋爱了，都只是拉拉小手而已。可能你们就是会因为羞涩或者是慢热拒绝或者是错过一些人的善意或者是邀请，所以会给别人留下一个你比较难接近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另一方面呢，这个逆位的圣杯侍从就表示身边有人会觉得你呢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敏感细心，爱幻想，简单单纯，然后喜欢做梦，会经常问一些让人想不到的问题。这种特质可能放在你的身上会特别有反差感啊。有人可能就是会好奇你们这个年龄不太会好奇的事情，或者就是有些人你们给别人的外表是那种比较踏实稳重实事求是的人，但是呢又总会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就让身边的人招架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后面这个圣杯7这张牌就意味着身边的人他觉得你总是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异想天开的点子。这个跟上面这张圣杯侍从的逆位是相对应的。有可能在别人的眼中你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浪漫的野心家，对于未来有很多的美好的想法和规划。而且看到我们第2组牌卡中其实圣杯还蛮多的，有3张，所以外界身边的人对你的评价可能还是更多的关心你的内心世界，会觉得你内心世界是非常的丰富精彩的。当然了，身边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或者说身边那些现实主义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太天真，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没吃过苦，不知道社会险恶，不知道人性复杂。就有人可能就是现在悄悄地躲在后面叉着腰，等着看你什么时候被现实狠狠地扇一个大耳光。就他们在等着看好戏，但可能结果就要让他们失望了，因为我们后面是一个宝剑骑士的正位，就说明你们不仅仅是有幻想，而且也有行动力，勇气过人，好胜心强，行动敏捷。越是说你们，越是觉得你们不行，好高骛远，异想天开，你们就越不服气，越要证明自己。另外呢，这个牌也说明身边有人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就是性子有点急，做事情容易不计后果，很冲动。所以呢，在别人眼里或许不可能的事情，到了你这里呢，在你的横冲直撞下，在你的不听劝下，你四处尝试，不懈努力，抗争到底，最后呢居然就有了转机。就看到第2组你们身上是有着不服输的少年气的，所以你们身边的人，特别是年纪大了的人，你们的长辈领导他们既羡慕你身上的这股少年气，同时呢又觉得你身上的这股少年气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你也难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批评，是跟别人争论。最后呢是一个圣杯骑士的逆位，身边的人觉得你有点花心你们是不是有人会喜欢玩爱情的游戏，经常谈恋爱？那另外呢，这张牌其实也是有可能在讲说你们这个人是一个浪漫的人，身边人对你的评价就觉得你们很擅长谈恋爱，跟你谈恋爱呢会有很好的体验，就你们会关心别人，会准备一些浪漫的惊喜。就先不管你们这个人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喜欢，但是你们的行动上就表现出你非常非常的爱这个人，你们就是情场高手吧，天赋过人。或者说第2组你们有人是追星嘛，或者是你们给身边人的感觉印象就是你这个人有喜欢的明星，你很关注娱乐圈爱八卦爱追星。因为看到这个牌卡，就是整体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们有自己的小世界，那这个世界是某些成年人或者说现实的人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而且这个圣杯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很博爱，你可能今天喜欢这个明星，明天就喜欢另一个明星了，非常的不专一。那我们再来用雷诺曼看一下你的贵人、爱你的人以及讨厌你、嫉妒你、恨你的人，他们对你的评价，他们想要对你说的是什么。首先看到就是你的贵人，他想要跟你说不要怕，敢想敢干，有我呢，
我就是你坚实的后盾。感觉这个很像是一个父亲或者是长辈在给予晚辈支持和鼓励啊，是一个沉默却坚实的力量，不是用非常华丽的语言表达，但是呢，他一定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提供帮助，成为你最稳固的支持。就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会给你默默托底的长辈。而且这个传某呢，它的稳定不是轰轰烈烈的拯救啊，而是无论你怎么折腾，你折腾到哪儿，回头我都在。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给你自由，但是呢，我也给你托底。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爱你的人对你的评价，以及他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Snack 蛇，没想到这个位置会出现一张蛇啊，因为蛇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是比较危险的嘛。那爱你的人他希望你成为一条蛇，而不是一头横冲直撞的狮子老虎，他们是希望你能够收敛锋芒的，去成为一个有智慧狡诈的蛇。当然了，他们让你成为这条蛇，不是让你去害别人，而是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的懂得保护自己，分辨身边的善恶真伪，建立健康的人际边界。同时呢，也希望你们能够区分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就爱你们的人呢，他不想你的善意被利用，天真被辜负。所以可见爱你们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不然怎么可能会希望你变成一条蛇呢？他可能是已经看透了现实当中的各种人情世故尔虞我诈，所以会非常的担心你们，就是害怕像太阳这样直白的你们呢，站在人群当中会遭受到很多来自阴影角落的陷害和攻击，所以希望你们像蛇一样懂得保护自己。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讨厌你的人、恨你的人，他们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幸运草，身边看不惯你、恨你的人，他们对你的敌意来源于对你轻松获得好运的嫉妒。他们看不惯你总是能够在困境中轻易的就找到出路。有人呢，就是觉得你命好，你熬了1个月的夜，好不容易获得认可的方案，他就觉得你命好。你准备了1年，好不容易通过了的考试，他觉得你命好。你发动了朋友圈，好多人去抢到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他也觉得你命好。无论是你获得的任何的大的小的成就，他都觉得这是因为你命好。他们看不到你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只看到了你的成功。那另一方面，确实可能就是咱们命好，就是幸运，就是想什么来什么，干什么成什么，也没有办法，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这里幸运草的本质它不会变，就是这些人他背地里阴阳怪气，冷言冷语，对你恶意揣测，是没有办法阻止你的好运的，反而呢就像一个背景板一样，衬托出你身上拥有的这种欧气，被羡慕被肯定的东西。那以上就是我们第2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快乐开心啊。Hello， 这里是选择第3组的小伙伴。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身边的人都是如何评价你的。第一张就是一个恶魔的正位，身边有人觉得你很性感啊，你们身材很好，有人就是对你有欲望有邪念。那同时这张牌也是一张代表物质、权力、地位、功名利禄的牌，身边人会觉得你身上有着对于这些东西强烈的渴望，亦或者说他们觉得你们现在就身处在这样一个花花世界当中，乱花迷人眼。这并不是说不好或者不对啊，可能就是2个人观念的不同。比如说你现在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那身边的消费观就是比较开放比较高的，那可能在你的家乡一个小城镇里面生活的长辈或者是以前的同学朋友，他就不会理解你为什么要花好多钱，花几万块钱去买一个包。而且这个恶魔牌呢是一个正位，它说明你呢在别人的眼中你对于这些东西是有渴望的，但同时呢你也有在很认真很努力的去争取这些事情，就是你想要得到，而且途径是合法的正规的良好的，
想要钱，想要权，想要尊重，都是人的本性而已嘛，你只要渠道合理合法就完全 OK。 那当然身边的人，那些关心你的人呢，他还是想要提醒你，就是放轻松，去享受生活，不要让自己变成物质成功但是心里却贫乏这种盲目的人。那在感情当中呢，身边人会评价你，要么呢是个恋爱脑，要么就是欲望会很重。然后后面是一个权杖侍从的正位，你在身边人的眼中是一个有热情然后充满活力的人，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呢，特别是在长辈眼中啊，你可能是这个家庭里面最顽皮的小朋友，充满了精力，四处惹祸，喜欢尝试各种新鲜的花样，然后到处的去探索。可能在小的时候，你就是让父母老师都招架不住的调皮的小孩。那身边的人，特别是朋友，会觉得你就是他的过命的兄弟，真兄弟，真闺蜜，他们愿意跟你说真话，分享他们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这可能也是因为你们本身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坦率很真诚的人，所以对方呢也同样愿意以这样的坦率真诚来回应你。而且身边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有趣啊，有一颗有趣的灵魂，做什么都非常的自然，不做作，跟你在一起待着就会非常的开心。后面这个权杖9在这里表示你们可能会经常迟到啊，经常需要身边的人等你，又或者就是你们整个人就是丢三落四的，需要身边的人为你操心。另外这个权杖9的也表示是处在压力之下的一种备战的紧张的状态，所以身边的人会觉得你们身上还是背负着一些压力重担的，就即使看上去表面是嘻嘻哈哈的没心没肺，但实际上内心还是有自己渴望追求的东西，身上还是背负着一些责任和担当的。就你开心的时候，他们觉得你是真开心，但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感觉到你的不开心。你们呢不是一个太会隐藏自己真实情绪的人，或者说你自己觉得自己藏得挺好的，但是身边的人呢，特别是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人，他会非常敏锐的察觉到你情绪的变化。后面呢，这个是一个死神的逆位啊，这张牌就说明身边一些人的离开对你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离开可能是肉体意义上的离开，亲人朋友的离世，也可能就是地理情感心理上的渐行渐远，比如说关系的疏远，与恋人异地分手断联等等。对于这件事情呢，对于这个人呢，你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放手，甚至是沉溺在过去，不愿意展望未来。那这张死神的逆位呢，就是这个人想要告诉你，想要提醒你，不要因为他们呢错过世间的美好，不要沉溺在失去的痛苦当中。他们希望呢你们能够走出来，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那后面这张牌的话是一个权杖2的逆位，你们身边有人不想让你们去远方吗？如果你们是想要去其他的城市上学求职，或者是嫁到其他的城市远嫁，又或者就是你们从现在这个城市想要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地理位置上想要做出改变的这样的想法的话，身边可能有人不愿意，或者说他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内心其实是不满的，不支持。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权杖2的逆位也表示身边有人试图打乱你的计划，因为他可能也是无意的啊，就是他在不经意之间会打乱你的计划。比如说你或许本来呢你就想当一个大女主，拼命的挣钱然后但是呢突然的你碰到了你的真命天子，他的出现呢就打乱了你所有的人生的规划。举一个这个比较极端但是比较浅显易懂的例子啊，就是说身边有些人会对你的选择你的规划产生影响，这个影响不知道是好是坏，反正就是会有影响你会做出调整最后是一张吊人的逆位，身边有人觉得你是被束缚住，被限制住了，他们觉得按你的性格来讲的话，你应该是一个更加灵活更加自由的人，
但似乎现在你好像是被一些现实的因素所捆住了。你们可能受到了社会眼光的制约，或者说家庭环境赋予了你们的责任和期待，所以他们觉得你没有表现的那么的潇洒自在。他们认为如果你能够去打破这些束缚的话，或许你会活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开心一点。那另外呢，这个吊人的逆位也表示牺牲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就他们心疼你们曾经经历了一段没有办法放手，苦苦挣扎，苦苦等待，一直在钻牛角尖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而且结果可能并不如人意，所以他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很多事情上面去换一个角度考虑，希望你们能够过得真实一点，自在一点，轻松一点。那好的，我们再来用雷诺曼看一下你的贵人，还有你爱的人，以及讨厌你、嫉妒你、恨你的人，他们分别都有什么想要跟你说的，或者说他们是如何评价你的。那首先看到你的贵人，他对你的评价就是 Garden 花园，他觉得你非常的擅长社交，非常擅长与人打交道，身边呢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好同事，就跟大家的关系都很不错，而且你的个人形象气质也很好，是能够在公众场合保持良好的形象，能够代表公司去出席一些重要活动的。感觉你的这个贵人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学业上面的一个贵人，他更多的会是能够给到你一些资源、渠道、人脉上面的帮助。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贵人想要跟你讲说希望你要关注到社交活动的重要性，希望你去主动的、积极的拓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去认识一些不同圈层的人，结交不一样的朋友，可能会有惊喜的收获。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爱你的人，他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太阳，你就像太阳一样热情、积极、快乐，充满活力，充满能量，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力量。你们呢就是他们的骄傲，那这个他们不仅仅是指你们的父母啊，也有可能是你的朋友，你就是你朋友的骄傲，你的伴侣的骄傲。总之呢，他们就是想说你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棒了，他们希望你能够对自己充满信心，勇敢的去做自己，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接纳你，你们在他们的眼里永远都是最棒的、最好的。那最后再来看一下那些讨厌你们、嫉妒你们、恨你们的人，想要对你们说什么，或者说对你们的评价是什么？是一个鞭子啊。鞭子意味着批评和鞭策，就代表关系中的紧张、冲突、控制。所以这个人他讨厌你，或许并不是真正的讨厌你，他的出发点可能也是想要为你好的，但或许就是他的方法有一些激进了，他一直想要你呢按照他的方式来做，他觉得这个就是对你最好的，但是殊不知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并不是这样的，你并不想这样做，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有自己想要走的路。那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人他确确实实他讨厌你，那讨厌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受控，你忤逆了他的要求，反驳了他的观点，你不受他的控制，让他觉得没有面子。可能你自己当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觉得你的行为啊、语言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就觉得让他非常的下不来台，他就记在了心里，默默的怀恨在心。这个人或许是职位或者是地位会比你高啊，因为毕竟是一个鞭子嘛，就意味着批评，他不开心他就批评你，他看你不顺眼他就批评你。那当然也有那种人存在，就是无论他的职位高低，他的地位高低，他就是一样要骂你，他就是要批评你。可能你们两个人是有一些误会在里面的，就可能彼此还是没有讲开啊，或许你们把话讲开了，误会解开了，那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第3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开心啊。